力完成这里的学业，更好的回去见他们。小师弟，小师弟，猜猜我得到什么好消息？我知道娜娜成功抵达，大师兄唐门建设更加顺利。这倒不是。难道监察团终于找到圣灵教的蛛丝马迹了？再猜。二师兄，我正到关键时刻。我就不关键了。王东。你放假了，我立马申请进入名都来看你。王东，你果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60级了，想让你陪我去猎取魂环。哪儿我都陪你去。只有我家那边才有适合我的魂兽。你的家？会让你惊喜的。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家里的情况？我家里还有个姐姐。哇，你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哼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如果你有位姐姐，你乱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她一定很美。虽然这次没机会，但你一定会见到。等等，这是魂导炮的声音，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。不过，使用这些魂导炮的人像是在逃命。逃命？想不想感受一下命运之眼的神奇？与季绝尘一战后，我的灵眸魂技增幅了。宇浩，你越来越像个怪物了。精神探测共享。怎么会是他们？他们是你的朋友？他们曾经在我重伤时照料过我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去救他们。好。陛下第一次驾临让我随军作战，我就失败了，我真没用。平生夙愿，终究难成，看来你我今天都要葬身于此。等等，我死前出现幻觉了。一些魂术技能，涌动之域。那是宇浩，赤翼铡刀，极限单兵，炮台战法，精神探测共享。宇浩这个技能真不可思议。学姐，往东南方向突围，那里防御薄弱。传令，全军突围！橘子学姐也是一名合格的军官。宇浩，多谢你救我们！辉煌大公叛乱，想自立公国，我们被陛下派来平叛，不料敌军莫名针对我们一小队魂导师，不顾身后大军追击也要包围我们。军力如何？有80多名4级魂导师。极限单兵计划的目标是1人改变一场战争，这正是测试我的良机。自当奉陪。6级魂导射线，开！配合我，王东。魂导师不善近身作战，冲入军阵，打他们会措手不及。劫神斩！他的实力竟到这一步了。援军来了！不，是辉煌世子赵阳率军追来。辉煌大公所属听令，本将乃辉煌大公世子赵阳，山下的是日月帝国太子徐天然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抓到他，赏1000金，封万户。未来太子妃与我们无关，只是还他一份人情。宇浩小心，赵阳实力很强。赵阳想活捉我，借此与帝国谈判，我绝不让此聊得逞。
王东，你今天这是……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听大家说起魂导器的时候，心里就莫名的烦躁。在我脑海中，似乎还有另一个意识在排斥魂导器。另一个意识？难道王东的精神之海里也有别的存在？王东，你信得过我吗？我是精神系魂师，如果你脑中真的有另一个意识，我可以进入你的精神之海一探究竟。我相信你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。不要抵抗我的精神力进入你体内。那是什么？宇浩，快跑！不好，宇浩有危险！王东，你是小东。等一下，大哥，小东有危险。封印只被触发了一瞬间，小东没事。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去一趟史莱克吧。二弟，你这是关心则乱。小东没事，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史莱克。你要知道，他也在时刻看着呢。是啊，不过封印被触发也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得多派几个宗门弟子暗中保护小东。不错。不只是小东，替他守护这个屹立万年的古老宗门，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是在保护王东吗？一老，王东的精神之海隐藏的究竟是什么？会不会对他有所损伤？那是封印的力量，用来守护王东的精神之海不被侵蚀。封印，宇浩，你不要尝试窥视王东的精神之海，这股力量源自于一缕神识，足以让你形神俱灭。好险！神识是什么？所谓神识，就是神明的一丝意识。神？王东的身世很不简单。他精神之海中的那缕神识，其原主的强大难以想象，即使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，也无法与之匹敌。王东到底什么身份？宇浩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窥视你的精神之海对我的消耗有点大，我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早知道会让你这么累，就不要你做这事了。别在意这些，我们可是队友。赶紧修炼浩东之力，明天循环赛第2轮就要开打了。
今年是我们光荣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4000年来最强的一年。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，告诉我，他们是谁？史莱克。好，今天我得到探子情报，史莱克学院只来了3名正选队员，7名预备队员。啊什么？哎呦，真是的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蔑视，对我们彻头彻尾的蔑视。马如龙，在。这一届比赛再输给史莱克，你这个正选队长滚出皇家学院。是。马老，事情没这么简单吧？史莱克学院可不是傻瓜，他们很清楚，派来3个正选，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萧红尘，你千万不要小瞧史莱克，狮子搏兔，亦需全力。马老，我的对手只有我自己。老陈，此
受审判。装神弄鬼，到底谁敢在此大放厥词？哼！老去！传说是真的，奇迹真的降临了，成功了！我们真的成功了！怎么可能？破碎的神魂居然还能重聚！他没有死，他又回来了。唐三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死。小三看起来很不一样。虽然不知道小三经历了什么，但他能撕裂生死的界限，重返人间，必定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。给他一点时间。这都不重要，哥回来了。老师竟然被唐三击飞，怎么可能？复活后，小三不仅像是变了个人，能力竟也突飞猛进。难道小三能够复活，是因为继承了修罗神？他已经不是当初的海神唐三。少主，你想说什么？再这样下去，武魂帝国恐怕会满盘皆输。如果比比东对付不了唐三，我会接手战局，斩杀唐三。我一定可以战胜他。可是，比比东是你的母亲，如果她被唐三杀死，你难道忍心吗？放肆！她不是我的母亲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再隐瞒。如果你知道她厌恶你父亲的原因，也许就能明白一切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段往事，不管是对你母亲，还是武魂殿，都是不忍回首的。你不要怨恨他，他为武魂帝国而战。修罗，无尽枷锁。他的气息虚无缥缈，根本无法捕捉，无法防范。他已经比我高出了一个境界。他怎么了？你来了，很好，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他隐藏的弱点。我不能看着你输掉整个武魂帝国，这次就跟你再斗联手，一定要绞杀他。但你记住，我所做的一切，并非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帝国。
臂之力。他的体内怎么也有修罗神力？哥，我要永远跟你站在一起，哪怕必须再等上10万年、100万年，我也愿意。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？小五也发誓，永远也不离开哥，就算是死也不离开。哥，你要记住，如果你死了，那么我也会陪你。要是有一天，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哥，回来吧。差神比比东，天使神千仞雪，你们身为神奇，却掀起战争，是生灵涂炭，接受你们的惩罚吧！
这是我和小舞的武魂融合技，双神共存。沸然如巨兽，吞天噬地，安然于无声，揽苍穹入怀，海神之剑。公平战斗吧，让你们领教下我的公平战斗吧。人间惨惨，与我如盛宴，怨愤化莲光，撕裂众生，罗刹之域。世间之道，即我之道，一切定决断，一世天光开，天使之域。天使众何在？神器，圣炎天法。神迹，灾厄受灭。神迹，苍冥无尽。锋芒入鞘，冷贯真理法规，杀意如刃，剿灭一切虚妄，修罗之境。
这个领域中，我们的能力全被压制。神技，修罗。神技，诛灭！天袭之盾。一个人确实只能够集成一个身体，但小五曾以献祭的形式与小三灵魂相融，所以当小五自愿成为修罗魔剑的载体后，小三便可避免神奇冲突。通过灵魂的牵引，同时调动双神神力。正是因为小三小五的完美契合，才产生了这完美的武魂融合技——双神共存的奇迹。对抗只是徒劳，接受失败的命运吧。这不是天蝎士该有的姿态！武魂帝国，辉煌永存！大局已定，天使神的神格破碎了。放心。我之疆土，一寸不让。父王，我们做到了！蓝浩王，蓝浩王，蓝浩王！妈妈，大年、二年，你们终于可以安息了。小刚，我知道你一定很恨我，但你是我这一生最爱的男人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永远都是。可你当年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，转身就走？
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武魂殿。我没有负你，比比东。第2年花灯节，我在椰林城等你。你看，好好看。是你没有来。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来吗？武魂殿前任教皇千寻疾，在武魂殿最深处的角落，打造了一间封闭的密室，关押着他最疼爱的弟子。那根本不是密室，是囚笼。好大一座囚笼啊！在这座囚笼里，他亲手折去了弟子的语音，剥夺了他全部的自由，将他所有的尊严都踩在脚下，逼迫他沦为。妈妈，别说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小哥，那么多年，你是我活下去唯一的希望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不早点将这一切告诉我？因为那个温柔善良的我早已死了，我杀死了千寻疾。杀死了曾经的我，也葬送了你我的爱情，甚至想把这片大陆一并毁掉。这就是你毁了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原因？小刚，一颗填满了黑暗和仇恨的心，是无法回头的。比比东，如果你的心中只有仇恨，那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获得解脱。这场战争已经毁灭了太多，家破人亡，生灵涂炭。也许我们都该试着放下，还世间一个安宁。放下？你别说话了，你流了好多血。小雪，你是无辜的。希望以后你能放下这一切，为自己而活。很多年之后，我也去了椰林城的花灯节。小刚，你不在。冬儿。妈妈，我们都自由了。战争结束了。老师，您给了帝国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，对您的感激无以言表。
帝后，您的话，帝国上下无不遵从。权势、名利，从来都不是我真正追求的东西。我只希望你答应我3件事。雪崩一定尽全力做到。第一，守护好天斗帝国即可，不可欺压武魂帝国的百姓，更不可滥杀无辜。是，我一定会约束好帝国将士。第二，10年之内，不得向星罗帝国发动战争。我想，星罗帝国也不会贸然发动战争的。谨遵师命。第三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干涉天斗帝国，甚至是整个斗罗大陆的事。一切都要靠你自己。老师，您是要离开吗？我还会在斗罗大陆一段时间，之后就会踏上我自己的旅途。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了。我相信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卷入战争，但是为了家人、伙伴、国家，才不得已拿起了武器，吹响了号角。这场同武魂帝国的鏖战，现在已有了定局。幸运的是，天斗帝国是胜利的一方。若是大家都能够休养生息，我想，不久后的帝国必将和亲海晏。慢点，慢点。村长爷爷，我们村子为什么要改名啊？因为啊，我们的村子出了一位神。小三，你看我怎么样？够帅吗？蓉她不会嫌弃我吧？蓉还在里面吗？她不会逃婚吧？在这儿胡思乱想也不是个办法，只能去一探究竟了。对，老大说的对。站住！不能在婚礼前见新娘，太不吉利了。我找小五有事。小三，你也要应承？就看一眼。是，一切听老婆大人吩咐。小五，这一天终于到了。等着我。快点！这还是史莱克学院吗？泰山、石神、九彩神女前来祝贺众位新人。今天有神来参加婚礼！天哪，我竟然看到一个主神！修罗神前来祝贺。
又是他？我们参加的到底是什么婚礼？仪式马上开始，有请新郎新娘。新星出生，斗罗大陆将会迎来全新的变局。哥，小七睡着了。哥，刚才我看你神色凝重，又是因为斗罗大陆的事吗？神界一天，凡间一年。当初，我本想在斗罗大陆多停留一些时日，却因善良与邪恶两位神王的赌约而不得不回归神界主持大局。却不想神界之中20多年过去，斗罗大陆万年之后，唐门却已凋零。善良和邪恶那两个家伙实在太狡猾了，以赌约为名，自己下界去玩了。4000多年前那次地壳变动引来的大陆碰撞，不但令斗罗大陆面积增大了1倍，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变数。我回归神界之后，便不能干涉人间，只能作为旁观者，见证斗罗大陆万年的斗转星移。4000年前，来自西方的日月大陆随着板块漂移撞向斗罗大陆，日月大陆上的日月帝国与原斗罗大陆各国瞬间进入战争。
装备了唐门暗器的斗罗联军，却被日月帝国打得溃不成军。万年前，斗罗大陆只有2大帝国，天斗帝国和青罗帝国。而万年后的今天，整个世界分化成4个帝国，纷争不断。唐门也是从那时开始衰败的，在经历4000年风霜，唐门由盛而衰，毅然凋零。我虽然身为神王，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唐门的衰败。哥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其实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唐门的凋零也是因为时代与位面的进步。唐门毕竟是我一手缔造，实在舍不得他就此消亡。最近，斗罗大陆似乎有一颗新星应运而生，更与我唐门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新星，我试图看清他的命运，却迷雾重重。总听爸爸妈妈说起斗罗大陆，似乎很好玩啊。